对不少人来说，泡面几乎可以说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台风要来了，家里不一定要准备医药箱，但一定要去买几碗泡面。台式、日式、韩式泡面选择超级多。那你知道这些泡面很有可能全部都是台湾人发明的吗？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泡面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说到泡面，你的印象是什么呢？是日常宵夜，是学生穷苦时期的正餐，是台风或是疫情要扫货时的第一选择，还是出国留学工作必带的台湾味？根据调查，每个台湾人平均一年就会吃掉33包的泡面，而泡面在台湾的年产值可以来到110亿元台币。那当然不止台湾人喜欢吃泡面哦，日本、韩国也有很多的泡面产品。而这股风潮后来呢，也传到了欧美国家。有个叫做 The Ramen Rater 的美国部落客，因为被日本泡面深深的吸引，开启了他的泡面评鉴之路。从2002年开始，他评鉴了超过4000种的泡面，而每一年都会排出他的最佳10名跟最烂10名。像是在他的2021年度 Top 10就有2个是台湾泡面。他说台湾的泡面非常有创意，还曾经从台湾带走超过100种泡面。为什么只是一块干面饼加了调味包、油包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口味？那刚刚说到泡面这伟大的食物，很有可能是台湾人发明的，又是真的吗？在揭晓这些答案之前，让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今年最受期待的电玩大作《艾尔登法环》这个月正式发售啊，爽！《艾尔登法环》是由开发《黑暗灵魂》系列的宫崎英高和《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马丁2位大神联手打造的年度大作。游戏的世界观非常庞大，玩家会在这片黑暗奇幻的大陆上遇到不知是敌是友的角色，跟强大的敌人作战，在冒险的过程当中揭开这片被诅咒之地的秘密，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而且《艾尔登法环》是开放式场景设计游戏，除了主线之外，还有很多的地下迷宫跟副本，让玩家可以自由的探索，或是召唤其他玩家一起合作战斗。提到战斗，《艾尔登法环》延续魂系玩法，玩家可以自己捏角色，选择不同的职业、武器、魔法还有战绩。而战斗的时候，除了正面对决呢，还可以用潜行系统或者是骑马战斗来取得优势，创造自己独特的游戏风格。那2月25号，《艾尔登法环》在 PlayStation、Xbox、Steam 各大平台重磅登场，有兴趣的观众赶快点击资讯栏了解更多的资讯吧。泡面的精髓就是把油炸过的面饼跟调料脱水保存起来，等到想吃的时候冲个热水就能泡来吃了。而根据记载，早在清代，中国人就会吃一种叫做伊面或者是伊府面的油炸面条。它的做法呢，就是把鸡蛋跟面粉搅拌成面条之后丢去油炸，而捞起来之后再搭配像是高汤还有其他佐料一起吃。那以面体的制作方法来说，它跟现在的泡面差不多，但保存和食用的方式还是有一点点差异。概念上比较接近现在的意面，所以一般呢顶多会说它是泡面的前身。那现在的泡面到底是谁发明的呢？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有争议的。最常见的说法呢，泡面是日本日清食品的创办人安藤百福先生发明的。而根据安藤百福的说法，他在2战之后看到了日本连年饥荒，所以立志要发明一个能够让人们快速充饥的食物。后来他看到妻子炸天妇罗，就有了发明泡面的灵感。而1958年他创办了日清，而他们卖的鸡汁面就跟现在的泡面吃法蛮像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泡面就是他发明的。不过这边后来我们查到了不一样的资料。安藤先生的竞争者呢叫做张国文。1956年来自台湾的张国文在大阪留学时，因为太思念家乡的鸡丝面，所以就在日本研发了一个保存鸡丝面的方式，再泡水来吃，然后把这个商品呢取名叫做东明长寿面。那这边稍微岔题一下，他怀念的鸡丝面其实跟刚刚讲到的伊府面很像，就是先把面条油炸，再加上调味粉还有鸡高汤一起吃。而根据资料呢，这个东西1951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彰化园林车站了。而后来张国文的东明长寿面还被日本的远征观测队采用。1958年，他提出了味付干面制法的专利申请，而这个申请专利的时间呢，甚至比安藤百福还要早。不过，当年这个申请泡面专利的过程似乎有一些争议所以拖到1960年的同一天才公告了2个人的申请案件号。而2019年，张国文的儿子公开了一份买卖合约书，指控泡面根本就不是安藤的发明，因为他的专利是跟张国文买的。那说到这边呢，我们要顺便补充一个资讯，其实安藤百福的原名叫做伍百福，出生在嘉义，后来规划日本籍才改姓安藤。换句话说，不管这场专利大战的赢家是谁，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泡面都是台湾人发明的。
那虽然安藤百福发明泡面的真实性可能还有待商榷但不管是对日本或是全球的泡面推广来说，它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以日本来说，它不只被称为是泡面之王，也开发了很多不同口味的泡面，影响了整个产业的发展。除了必备的味噌、豚骨、海鲜、酱油以外，日本甚至还有抹茶、巧克力、草莓蛋糕、香菜炒面等等特殊的口味。而就算是一般的泡面也会根据不同的地区有口味调整。例如同一款泡面在关东地区，汤底可能用的是煎节，而到了这个关西呢，汤底就会换成是昆布。而除了口味五花八门之外呢，日本泡面的吃法也非常的多样，有配豆奶啊、芝麻、豆瓣酱配糖的。去年呢还开始流行把鸡蛋、美乃滋、蒜末混加进这个调味粉里面一起搅拌来吃。据说这样子呢就可以得到像是豚骨拉面的味道。那刚刚说到安藤百福跟日清公司除了立足日本之外，长期以来也一直试图把泡面推广到全世界，希望让泡面成为全球的食物。而他们的核心策略就是开发出适合当地口味的泡面，像是韩国跟美国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1963年，日清跟韩国的三养食品合作，韩国出现了第一包泡面。考量到韩国人爱吃辣，没有多久之后呢，他们的泡面就多添加了辣椒粉。而大家耳熟能详的浓辛辛拉面呢，则在1986年的时候，才由韩国商人新春号推出。跟台湾的泡面比起来，韩国的泡面比较少附油包，面条通常都是粗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泡韩国辛拉面的时候，只有吃到辣味不太好吃。但这边可能是因为对韩国人来说，他们可能更习惯用煮的方式来处理泡面。如果你喜欢看韩剧或是韩国电影的话呢，应该多少都有看过主角们围在一起呢吃泡面锅的画面。有些人除了会额外加蒜蓉起司、鸡蛋一起调味之外，泡菜当然也是最常出现的配菜。而且因为韩国人很爱喝汤所以吃完泡面之后，通常会把汤喝完，甚至呢会把剩下的汤拿来配饭吃。而另外，在韩国，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来我家吃完泡面再走，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台湾人在问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后空翻一样。是隐含着一种性暗示的感觉，而不是一定呢真的要找你去他家吃泡面。那话说回来说到这边，我们可以发现台湾有肉燥面日本有豚骨面，韩国有泡菜面，几乎大部分的地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泡面口味。但有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国家，明明呢也会吃泡面，但是在口味部分呢变化就比较少一点点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虽然泡面在亚洲颇受好评但一开始其实有点难打入美国市场。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比较少吃面，如果要摄取淀粉，多半呢都是马铃薯或是面包。而另外一方面是美国人也没有烧开水的习惯，平常就是用盘子吃饭，就不太会去吃一碗一碗的泡面。而为了突破困境日清决定从几个不同的方向下手。首先是他们发现美国人很常喝咖啡，而在咖啡杯的启发之下，发明了以保丽龙为容器的杯面。而接下来呢，他们也把面体的长度缩短，也让它比较符合美国人的饮食习惯。而为了要满足美国人热衷减肥的需求，他们也曾经推出美国限定版的减钠杯面，并透过行销宣传的方式告诉民众他们家的泡面是最佳的减肥食品。而另外，美国人的泡面里面也很少会有油包，调味料呢多半就是原本直接放在杯子里面，打开就可以直接加热水了。不过就像刚刚说的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没有煮热水的习惯，所以很多人呢也会用微波炉来煮泡面。像是在通心粉的这个泡面的包装上面，你会看到他说用冷水微波加热3分半钟即可享用这一类做法。而除此之外呢，在美国，泡面不只可以拿来吃，在监狱里面还可以当作货币来交易。根据监狱贩卖部的报告显示呢，泡面可说是最热销的商品，远远高于像是咖啡米还有肥皂等等。因为监狱里面的犯人平常不能够使用现金且禁止香烟，所以任何要取代现金来以物易物的东西，都必须合法、耐用、携带方便，可以标准化且有价值。基本上人人都会吃泡面，所以泡面就成为了简单又好用的货币。而且只要泡面呢从贩卖部售出，它就可以在自由市场流通了，可以自由定价。所以在影集《劲爆女子监狱》里面呢，有人就会利用买下所有的泡面来垄断市场。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一集期，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连结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是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今天会有这一集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同事有蛮多人都很喜欢吃泡面，有一天呢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大家就想说不然我们来研究一下泡面的历史好了，想要知道这么香的东西到底是哪个天才发明的。
那还有坊间常常会听到吃泡面会伤身体的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不过我们后来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各国泡面的口味跟吃法都很有趣。除了刚才提到的韩国人喜欢用煮的，美国人喜欢用微波的以外呢，菲律宾人却是把泡面当成配菜跟主食一起吃，也因此分量比一般我们所见的少。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开始我们想要研究的泡面伤身，以及我们超有兴趣的台湾泡面4大天王，就要等到之后有机会再额外做一集来跟大家讨论了。那最后呢，想要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哪一国的泡面呢？当然是台式泡面啊，熟悉的肉燥炸酱最对味嘛。B 汤头浓郁的日式泡面，花式吃法呢，还能在家体验拉面的感觉。C 鸡辣丰盛的韩式泡面冬天吃一碗身体马上暖了起来。D 为了身体健康我不吃泡面。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泡面的各种吃法。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拉面流派以及炸鸡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